这次发表会呢，要来形容我的心情，就有点像是在洗三温暖的感觉，仿佛看到了什么推出来，好像又很兴奋的时候，但是里面的内容又瞬间把你浇熄啊。那我们来看看这次有什么值得买吧。黑到苹果店，那苹果 iPhone 14的发表会终于结束哈。那这一次整个流程大致上跟我们在那支影片讲的一样 ，Apple Watch 8代，然后 Ultra， 然后 AirPods Pro、iPhone 14、14 Pro 就是这样。可是里面还是有蛮多不一样的细节在里面，比如说先前那些爆料达人或者消息来源，他们这一次的消息非常准确，我敢说大部分80%-90%全都对了。那所以这也造成说我们这次在发表会的过程或许没有那么的兴奋，但是有时候看到一些新产品出来，我们这些喜欢苹果东西的人，毕竟还是会有一点期待感后，那我们就来一样一样讲这个产品，那哪一样我觉得比较值得买？那一样我不会念规格，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这些产品的感受，然后跟你们大家讲我的建议。好，那首先呢就是苹果手表第8代 Apple Watch 8后，那这个整体上面呢，外形设计也跟我们讲的一样，跟第7代不会有一个太大的改变，基本上就是一样。那在里面内部的部分呢，它增加了它的晶片，做了一个命名上面的升级。那当然也是因为它里面有其他新的健康侦测的功能啊，还有其他像是车祸侦测的功能所以他们这个全新包装的这个处理器那他们没有特别提到说它在处理效能会不会有什么进步。那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没有。那我觉得比较大的增加的亮点功能，可能就是在它的这个体温侦测。它的体温侦测比较像是一个健康辅助的方式，它是侦测你体温的变化。那以目前看起来，就是在正负2度之间去做这样的追踪跟侦测。那以这样去判断，比如说比较针对女性的经期或是排卵期，这样去看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可能会是怎么样。那当然要进一步有更深度的这些侦测，或许我觉得有这处理器或是有这个侦测器是有办法做得到，但是它目前还没有显示出任何可以稳定去判断确切温度的方式。这个部分未来会不会再做一些软体的跟进呢？目前也还不太清楚。那整体来说呢，这个就是苹果手表第8代，值不值得买呢？我觉得当然啦，以现在这个情况，如果你是用了可能第4代啊，或者是更旧之前的版本，要升到第8代，我觉得 OK 是个蛮值得，或许还是可以考虑购买的一个版本。那再来他们就讲到 Apple Watch SE 那这次 SE 也是出了一个新的版本的升级。我觉得比较大的重点应该是在于它里面的这个处理器也使用了跟第8代一样的处理器，所以整体的处理效能啊什么之类就不太要去担心了。但另外呢，像是一些重要的健康侦测，这些血氧啊，还有 ECG 啊，还有刚提到这个温度侦测器，在这次 SE 版本上面就是没有。那所以它还是一个比较低价版、比较入门版。那好像就台币好像7900起跳，那苹果手表第8代好像12900起跳。那这个就是依它尺寸啊，跟你要不要使用 LTE 会再向上加上去。那里面同样都还是有增加这个车祸侦测的功能。那这车祸侦测呢，在这一次新推出的这3只苹果手表上面都有提供。那我个人觉得这一支 iPhone SE 可能就蛮适合买给小孩子或是买给长辈。可是某一方面你要去想回来说，它没有血氧侦测的功能。那现在其实在疫情的情况下，还是在持续的发生。那其实很多人还是很在意血氧侦测。那这种时候是不是就值得去买这一支呢？大家就应该去思考一下。OK， 那下一步我们就来讲这次我们很期待的这个 Pro 版本的苹果手表。对，它这次真的有推出，可是它的名字不叫 Apple Watch Pro， 叫做 Apple Watch Ultra。那这支手表外形设计就跟先前流出来就是一样，旁边有凸出来，然后还多了一个实体按钮在旁边。它的整体的表身呢是49公里，那它凸出来的地方呢，就是为了让它里面有更大的电池之外呢，还有让它在平常操控上面更适合这些户外、野外运动、极限运动的人。那旁边那颗实体按钮呢，其实就是在很多状况下，你在做这种户外极限运动的时候，其实用触控是并不太方便的。那这种时候你有这个转盘去做这些操控去选项的时候，那你如果手指没有办法去触控，比如说你在潜水的时候，你又要选择这个选项的时候，你就能用这个实体按键去做选择。那或者是在有一些情况下，你可以制定它成为在什么时候要开启什么样的运动侦测，什么时候要开启什么样的功能。那这个可能都会依情况再去调整。那整体外形设计实际看到之后呢，其实是没有像先前流出来的这么难看。你要说它不是一只很特别、很突兀的手表呢，好像也说不过去。可是我觉得整体来讲算是可以接受。这样的外形，如果说再配上很好的续航的话，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手表。
但这个就是个问题。它的续航呢，现在官方的讲法就是36个小时，那这个就是比现在的苹果手表多2倍。那这个是在一般使用的情况下，那他们现在提供了一个省电模式。那这个省电模式在苹果手表第8代，那他们现在软体更新之后，从第4代以上开始都会支援这个省电模式。那这个省电模式呢，在这个 Apple Watch Ultra 上面，它最高只能提供60小时的续航，大致上就是把它的整体功能性砍半。那这种情况下，还是只能提供60小时的续航力。那这个跟我现在在用三星这只手表比较起来，我就会觉得或许有点不太够，因为以我现在平常使用的情况下，我不去特别关掉什么功能，它大致上平均都能撑到60个小时。所以呢，现在苹果手表等那么多代，又推出一个 Ultra 的版本，但是它的续航力却没有达到我所期待的这个点。那这点我是说真的有点失望。那它的价格呢是美金799哦，那这个可能想起来不太贵，那台湾这边好像是24900啦，或许跟我们先前所预判的1000美金哦，想起来是有一段差距，好像没有那么贵。可是你要想说，那现在这是三星的手表，大约15000、16000而已。那苹果这一支 Apple Watch Ultra 多了将近1万块，那这个部分就是不知道觉得值不值得齁。那它里面也有它在 GPS 定位上也像这支一样，它有更精准的 GPS 定位，它可以使用2个不一样的频率。那这种时候可能在大楼之间、在城市之间啊，有比较多这些干扰的时候，它还是可以精准的定位。那这次整体的介绍可以看得出来，它这只手表就是比较针对一些真的极限运动或是潜水这一类的人所设计出来的表款。但是在这个我们直播的当下，也有做这些登山或者什么运动人进来，他们看到这个手表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说，这样的续航跟他们期待好像也有点稍微不足啊。那这个我们到时候会再做一些比较深度的讨论跟测试，在另外一支影片。是不是该购买的建议呢？我觉得可能可以先等一下，看到它实际的表现是不是有没有像那么好，或者是可能更差。OK， 那下一个产品我就觉得蛮不错的，就是 AirPods Pro 2，我们也大家都知道会推出。那它最大的亮点就是说，我们也提到嘛，它的降噪会有大进步。那苹果也提到说，跟先前比较起来会有2倍的进步。那就在它的噪音判断演算法上面，还有它在外面吸收噪音的麦克风上面，会有更精准的判断。所以这种时候可以阻绝更多不同频率的噪音。但这个当然要实测。那另外在通透上面呢，他们这次也有一个自适应的通透模式。那这个跟先前的通透模式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先前的通透模式就是比较简单的把外面所听到的环境音都转换成很自然的方式播放到你的耳朵里面，它还是有麦克风收音，然后里面喇叭去播音，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种它并没有阻隔掉外面环境音的感觉，可其实都是模拟出来的。那这一次呢，它在这个接收外面噪音的判断上面，可以去判断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工地啊排出来的噪音，或是很高频的警铃的声音。那这种时候，它这种通透模式就不会去加强这个部分，会降低这个部分的噪音，所以让你同时可以听到环境音、听到人讲话的情况下，也不会被这些持续性的噪音干扰。另外呢，里面有讲到支援空间音讯啊、头部追踪啊，这些有更好的音效、更好的单体等等，这些当然就是要等到我实际上我才知道。那在外壳上面呢，也跟先前消息一样，下面多了喇叭孔，然后旁边多了一个可以挂吊环的孔。那喇叭孔就是让你在寻找的时候，它可以播出更响亮的声音。那还有在平常没电或者要充电的时候，它有些声音可以让你知道它现在充电的状况或者怎么样。旁边的这个孔就是让你可以做一些吊环的设计。那苹果当然也会出一个自己的配件让你去购买。好，那下一个重点是 iPhone 14。那 iPhone 14呢，这个也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当然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它这几个颜色我们看到蓝色跟紫色，我觉得非常漂亮。但是到后来他们在讲到里面处理器的时候，果然是沿用 A15 的处理器。那也跟我们现在判断大致上一样，虽然是用 A15，可是他们会用一个满血版、一个加强版、完整版的 A15。那这种时候跟先前的不管13或13 Pro 来讲，他们怎么去区隔它的差别呢？那我现在看起来就跟我判断的一样啦，就他们用软体的方式把一些相机的功能保留在 iPhone 14上面。那虽然同样是使用 A15， 那看似这些功能应该也是可以在先前13或13 Pro 上面，不管是软体升级啊、下放回去什么等等，可是我觉得他们会刻意做这样的区隔，让这支14虽然是使用一样的处理器，可是还是有一些特别独有的功能是在新的手机上面。那像是这个电影级模式那他们这次在14虽然只使用 A15 情况下，也支援了 4K， 然后30 frame 的电影级模式拍摄，那同时也有 HDR。那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说 iPhone 13 Pro 难道做不到吗？但没关系啊，这个就是他们的区隔。其他的部分呢，相机的主镜头也应该是沿用现在13 Pro 跟 Pro Max 上面的。那这部分虽然是下放，可是至少它的前置镜头的升级上面，这次也放到14上面。所以呢，14跟13 Pro 现在整个比较起来，就不单单只是不是有多一颗镜头，那是不是有这个120Hz 萤幕的差别？你还要想要说他们里面附加的这些
些相机功能啊，或者是还有一个很亮点的功能，就是低轨卫星也终于来了。那这一次也是14全系列都支援这个低轨卫星。那先讲这个，目前只有美国跟加拿大有，它也只有支援紧急讯息发出或是紧急通讯的这个部分呢，它还是就是偏紧急状况使用。你今天可能发生山难或者在外面迷路什么等等，这种时候可以使用它。那还有你可以支援就是寻找的功能，就是 Find My 的功能，让你家人可以精确的看到你在哪里，你的定位在什么地方。这个功能目前台湾也还不能用了，那大概就是展示说你可以去对着天空啊，它有这个界面，让你可以精准的去定位你这个低轨卫星现在在什么地方，然后去对它发出求救的讯息。但就像我先前讲的，这个部分只要牵涉到通讯后，那尤其就是苹果独有的这种通讯方式的话，那同时也会牵涉到国安。那这种时候在台湾什么时候会有，或其他国家什么时候会有，可能还有一段时间需要走。那另外在14的相机上面，拍照上面他们也保留了一些据说是现在14才有的一些功能，他们说在暗部处理的效能会好非常多。那这部分呢，我们到时候也要实际跟13 Pro 来做比对，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好，那在重点就是14 Pro、14 Pro Max。那这个当然我们刚讲低轨卫星啊，这些你们都知道的。那14 Pro 也会有。那我觉得最大的重点就是它前面这个挖孔，对，它维持这个一条药丸式的挖孔。可是苹果我觉得它在软体上面做了一些算是进化，让我觉得说这个挖孔利用上是非常好。那这个挖孔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挖孔，就是存在那里很碍眼。它把它跟软体做一个结合，让你在今天可能在收到通知的时候啊，本来的通知可能是一个白色的视窗，可是他们现在把通知都变成黑色的视窗。那这种时候，这个通知可能是会从这个挖孔中间跳出来，然后让你感觉整个是一体的。那在那么多这种的应用状况下，可能听音乐的时候，它旁边也会显示出一些音乐的资讯，可能音乐的描述，或是你在看比赛的时候，可能有2个球队的徽章跟2个球队的分数，你都可以在这个挖孔旁边多出来萤幕的地方做这样的利用。这种情况你用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为了挖孔而存在，为了相机而存在的挖孔，它把它跟界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整合。那我觉得苹果这点做得非常的聪明。那在实际的展示上面呢，也让我们看到，在手机顶部的空间有更多、更好利用这个界面，显示非常多有用资讯的这个方式后，那这个你要说它是重新定义挖孔，我觉得这次就真的可以这样讲，而且是定义的很好。那这个是我觉得在这次发表会我看到蛮开心的一点。那在前面的荧幕呢，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前置镜头，它的进步可以对焦，那这个我们先前也爆料也全都知道了。那再就是水显荧幕，这个爆料先前也知道，那它的方式就是让你荧幕会暗掉，可是同时你的桌布还是可以显示。那整个还是用一个很彩色的方式去显示这个水显萤幕，我蛮期待说，这样对耗电会有什么影响？那它的功耗整体表现会怎么样？那讲到功耗，就不能不讲到这次的 A16 处理器。我们现在可能预想就是说，它可能还是会维持5奈米的制程，可是他们现在是用4奈米的制程，而且是台积电的处理器。那这个跟我们先前以为说，会直接使用5奈米，然后再跳到3奈米，可能到 iPhone 15才跳到3奈米的情况下，就有点不一样。那这个就还蛮令人期待。那以苹果的讲法是说，它的功耗跟最好的现在目前最好 Android 所使用的处理器比较起来，他们还是只需要1/3的功耗。那这个在我们到时候不管是在长期拍摄影片、剪辑影片，在上面玩游戏啊，或是使用水显萤幕，这些功耗理论上来讲都会更好。那以苹果数据来讲，它又比先前的 iPhone 13 Pro 系列都多了1个小时的续航力。那这个部分真的是蛮值得让人期待。OK， 背后的地方我们讲到相机，那相机主镜头升级到这个4800万画素，那也跟先前爆料的一样那这个4800万画素也是会这种4个画素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所以很多时候它呈现给你的照片也还是会是1200万画素的照片。那这一次呢，因为主镜头这个4800万画素，所以他们增加了一个虚拟的2倍镜，就是说当你去用2倍去拍摄的时候，因为它4800万画素的这个感光元件，它在经过裁切2倍裁切之后呢，它还是可以保有1200万画素，所以这种时候这个虚拟的2倍镜的拍摄就会让你觉得在平常使用上它真的是一颗2倍镜。那同样呢，它也保留了3倍镜，那这次看起来3倍镜的这个硬体是没有什么进步，这个到时候怎么样，我们到时候再来看看它真正的表现怎么样。那还有一个它这个动态的拍摄的运动影片拍摄的模式就是说它可以模拟防守阵、裁切防守阵的方式，就你在拍一段影片，如果你开启这个功能的时候，你不想让它有很多的震动，那它会在这个影片里面的中间取你要的部分，然后去适当的去做裁切，让整个影片呈现出来是非常的稳定。可是你所要拍摄的画面就会有非常大的部分被裁掉。那这个用法先前不管在相机、运动相机或是其他的手机上都有这样的使用方法，或是其他的软体，所以不觉得是个很革命性的功能，而且再加上它会有很大部分
分的内容被裁切掉，实用性上有待到时候来验证。那其他呢，像是电影级模式，当然14有支援 4K， 那14 Pro 自然也有支援 4K， 那这点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先有讲了，如果说这次的 iPhone 14 Pro 有支援这个电影级模式的 4K 的话，我可能以后什么影片都直接开电影级模式来拍摄，事后再来做调整。那它还是只有 4K 30帧，这部分我也可以接受。虽然我比较喜欢拍24帧，那但最好有60帧。可是我理解说它需要很大的处理能力，一次要处理那么多张，那我很开心看到这次的进步。那整体来说呢，这一次我觉得值得买的大概就是 AirPods Pro 啊，那苹果手表 Ultra 我就觉得还好。那至于 iPhone 14跟14 Pro 的部分呢，可能还是要看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手机。那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更细节的比对，一些优缺点去讲出来，跟大家分析说哪一个可能比较适合你，哪一个可能我比较推荐你购买。因为里面真的藏了非常多细节，已经不是那么单纯说，14就是跟13一样是 A15啊，然后镜头就少一颗什么，它之间的差距在这一代拉得很开。那不管是14跟14 Pro 比，或是14跟13 Pro Max 比，那苹果我只能说库克这个刀真的切得非常的漂亮。好，那今天我们就大概做个总整理，跟大家分析一下，那就持续观看我们的影片。喜欢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